上周男女分组考核开始，今天就把你弄死在这儿，你信不信？往这儿打，你得往这儿打，蛮有电影感的。看柴火，以后考不上大学，哪里来的工作？背景板班接受奇袭挑战，奇袭成功，你们获得角色；奇袭失败，你们彻底杀青。他们能否奇袭成功？我要奇袭！都谁到了？老师好，李老师好。好，就你们俩先到了，晚个2、3分钟的都可以原谅，因为呢可能他带麦什么的啊。快点儿，李老师来了。上课铃吗？好，张老师好，我知道。你看，快来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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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江，你们是准时到的。对啊，对，我们在带麦。来，把小篆给我。哎，张浩维的字写的比你们好啊。小时候练书法。哦，居然敢说练过书法。完了。临的谁的帖啊？褚遂良。哦。在哪儿？报告老师，来，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就你一个人迟到了。把人物小传给我。着急落下面了，拿去吧。抱歉。完了。他是在走还是？他车进不来，他只能走进来，我去迎一下他。一着急就乱套了。哎呀！快！报告。没事，放松点，放松点。对，放松一点。累死我了。好了。老师，抱歉，我今天迟到了。哦，你已经赶过来了。是的，这是我的人物小传。待会儿坐吧。昨天临分手的时候，只留了2个任务，一个别迟到，第2人物小传。刘大岳2个都违反了，问题很严重，令人很失望。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大家。早上起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人物角色，结果我就忘了这个时间了，就一直在弄那个内容的这个事儿。我本来想的是我们10点就要到，还不是10点半，是10点就要到，因为李成儒老师是不喜欢迟到的人嘛。咱也看过之前那几集，迟到了就太崩溃了。我看那视频，我隔着视频我都崩溃了，没想到发生自己身上了。今天我们又请来一位新的督导老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热依扎老师。Hello， 大家好，李老师好，我是演员热依扎。
可能年龄上有的老师，我是比你们年龄稍长些的，但是其实你们经历的很多的那个困惑和问题，我特别理解，所以就想跟大家能够玩在一起，然后互相交流经验。谢谢，谢谢老师。来，咱们都见上面了。天哪，就是你每天看影视剧里的这个人，他突然间出现了，他的感觉那么亲切，但是又紧张，就像邻家大姐姐一样。咱们明天就要七夕了，大家心里都有自己想要七夕的角色了吧？拿到剧本整体看下来之后，麦克这个角色其实是我当时的第一选择，因为这个七夕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阿鬼呢，对我来说是一种我纯喜欢，就是觉得我和这个角色有某些共通点。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为了保守，我就去抢那个阿鬼那个角色了。阿肥那段戏是一个人的戏嘛，我可能会比较有信心做到这样。我觉得沈英姿某些程度上对我来说像我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原生家庭的一些状况啊。我有思考过陈淑芬和郑伟这2个角色，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抓手。既然大家都写了人物小传，是吧？也做了功课，好，殷开，你口述一下你的人物小传。麦克自幼在九龙城寨长大，然后父母双亡，然后他在社团最底下的一个小角落里默默无闻的在做事情，然后有一次文哥被刺杀，麦克凭着他过人的胆识，拼死把文哥救了。好，我觉得好像是讲了一段故事。我觉得你们现在不会写人物小传，总是在写故事情节，没从内心深处去挖他的生存环境、他的家庭背景，以及造就了他什么样的性格，是懦弱的，是积极的，是向上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们个人在表达这个人物小传的时候，其实我很难看到有一种东西就是兴奋，就是这个角色让我演，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角色？为什么我能演？我们更希望说出一些可能你不是这里面写的。来吧，朱美金。老师们好，我这次想七夕的角色是沈英姿。我总结她一句话，我觉得是平静的和事佬，或者是淡淡的和稀泥。沈英姿幼年丧父，所以她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这也是为什么她会相对的敏感，而且她要强。来到文工团之后，她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战友，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原来也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不管自己以前在部队大院是多么优秀，但是来到这个文工团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员，所以他特别想融入大家，他心中很有正义感，他想为不公平的事发声，但他又没那么敢，他感觉万一发了这个声，会不会影响到他自己，影响到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妈妈，所以造就了他这个性格，所以我把它总结为说平淡的和稀泥，挺好的。这可以。就是他为什么后面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从小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他是带着有一种的，就是对父亲的崇拜和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这种，他是骄傲的。他这有爱嫌疑吗？因为我们刚才有讨论过，孔优你们所有人写的小传里面，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帮手？他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孩子都偷懒儿。都会善于使用 AI， 我怀疑这就是。但这个人物小传我昨天写4点多，明白。我可以再多说。你不用说特别多，我觉得就看你的表演是否和这个人物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用 AI 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的，然后 AI 写的特别的书面，我看 AI 再写下来。不如我直接写下来，不是这样更省劲儿吗？那朱美琪，你为什么选择七夕这个角色？首先我认为我的优势是我附中6年都是专业中国舞。第二个是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跟沈英姿这个角色有贴合，而且我写的人物小传里面，父亲英年就过世了，然后
我自己的父亲也是，我2岁半的时候，我爸爸过世了。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说实话，就是没有记忆，所以我自己的行为模式上，我自己承担的角色不只是女儿的这一个角色，我也承担了很多的角色。在演员的世界里面，有时候生活和表演真的有时候它是揉在一起的。朱美吉也是很勇敢了，已经把自己很多都抛出来了。好，大月来吧。大月跃跃欲试的大月。老师好，老师，我想先承认一下，我的人物小传是 AI 的，因为我第一次写，其实我昨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动笔。你不说，我们两人刚才就认定你是 AI 了。你们不是也要自己写脚本吗？但是我们写脚本的话，不会，其实揣摩的都是自己。但是你不能跟观众解释说，我这块没演好是因为什么什么，是因为我那天闹肚子了，还是我凌晨4点钟睡了，还是怎么着憋不出来什么的，没法跟观众说这些，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那老师，我能说一下我为什么想试这个角色吗？行，那你索性脱开这个吧。我为什么想七袭陈淑芬这个角色，是因为她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一个性格。我本身在生活中是一个很直爽的，但是呢，我缺少了陈淑芬的这种敢说敢做。她是出生在于一个干部家庭，那她的家庭会给她带来一些这种自信呀，然后包括她的气质呢是很有气场的。那我平时呢，其实缺少了一些这个气场。我会想象自己能够拥有这个气场，然后陈淑芬呢，她的外在是很直爽，敢说敢做。你的本身的性格和很多展现，倒是确实很接近你选的这个陈淑芬，但是你如果参加了一项活动，就是要全身心，不能再掺杂其他的很多事情，互相影响。又迟到。又拉人物小传，又用 AI。其实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说了他也是在帮助你。明白。你就想想，就是那个平台号是有1000万粉丝的吧？那为什么你会有时候老是会不自信呢？你有，你身上有，你身上有很强的自信。他经常受到表扬和这个鼓励啊、赞美啊，以及来自家庭的热情的烘托当中。但是呢，因为我是新来的，我对你印象最深刻就是你们俩在做那个对比表演的时候，你那个演特好，我还跟他们说说什么前男友你来那种，这个我说其实挺出其不意的，就是完全是跳脱了大家对于见到前男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很好。哎呦，皱眉。哎呀，老师一说这种就会其实很讨厌自己这样。不要讨厌自己，这是自己好的一面。你相不相信陈淑芬其实有一面跟你这个是一样的？她挺累的，因为她永远逃脱不了父亲母亲的那个光环。她有可能在像你一样偷偷哭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去完全的肯定陈淑芬，也否定自己，对吧？你也有像老师说，她特别大家那么万人捧的状态嘛，越是万人捧，其实有时候越压力越大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感性的这一面也是好事，说明你还是内心是有火热的东西的。对，我其实在我自己舒适的那个圈子，就是会很，抗压能力会很强，我可以自己很好的调节自己。就是你舒适那个圈子更多的是自我的，是不是？是。可是演员恰恰是要忘我的，是要去演别人。那你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在你今后的表演当中、塑造人物当中，都可以借鉴啊。好。抱歉，老师。很好的，很好的。哎呀妈呀，忍不住了，已经感觉自己犯了很多很多的错，整个这个状态层层叠加，这个情绪层层的涌上来，让我就很崩溃。他又要强，但是同时又内心很敏感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拧巴的这种劲儿。所以我觉得都是我能够理解的。咱迟到，咱下次不迟到就行了，就别自己给自己那么多的枷锁。下边呢，我们就男女2组分开了，两个女生呢就跟这个热依扎老师，你们去切磋一下。好，那我们先过去。好，啊，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拜拜。对。
我第一个想法不是先要去怎么掰他们的演技，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东西在了，而是让他们相信自己。因为今天早上来，他一直是皱着眉的、凝眉的。然后朱美吉也是让我感觉他好像一直在努力的想给别人快乐，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个没有被满足的快乐给他，但是同时又内心很敏感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拧巴的这种劲儿。我希望通过一些练习，他们能够放下一些，别自己给自己那么多的枷锁。两个人心都先静下来，靠近彼此，继续靠近，继续靠近，拥抱。停，好，好，那咱们先回来坐哈。你们俩在拥抱的时候，整个过程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吗？我在一开始呢，会觉得，虽然我很喜欢他，老看他的作品，但是逐渐逼近的时候，我说哦，美吉哎。在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女孩子之间的惺惺相惜。我等一下。我补充一个，因为大月的脸我很熟悉，一步步靠近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很陌生。然后我就抱着他，然后我察觉到他好像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然后我就只能再抱紧一点，我们就靠得更近了。先说我的感受，就是美吉这块一直在说大月的感受，就是你总是在先把别人的感受放在你的感受之前，而大月感受到了这种感受，他感受到了你在安慰他。我看到你们时不时的手互相都在碰对方的后背，其实我知道一方面有安慰，也有一方面是你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尴尬，因为抱久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情感。哦。那你们觉得在这个拥抱过程中，你们觉得时间长吗？不长。那你们觉得有多长时间？我觉得30到40差不多，1分钟。我们现在其实刚才拥抱了多长时间？53。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的节奏和真实的时间不太一样，有时候时间的长度是骗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它跟表演节奏也有关系，就可能一开始很尴尬，接下来你只能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可是过程很煎熬，但是在煎熬完了以后又会跳出来，又沉浸。所以我是想让你们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练习，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原来演东西的时候会突然一下进去了那种感觉？有过吗？那个是很愉悦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意识到你进去的时候，你已经出来了？是。而且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下次我再刻意的想让自己进去，我进不去了。进不去就是想要了，得失心出来了。所以演戏我觉得是特好玩的事儿，它有时候是自己的胜负，有时候你要想清楚，你们是给导师演的还是给观众演的。我们的服务是要服务于观众。
峥嵘岁月里面，我们演的就是他们的曾经的青春，我们要为他们当年的青春证明，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虽然不是他们会说，这就是我们那年代，哎，就是这女孩就是那样。对，但肯定也有他们痛苦，也有他们的幸福的点。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能说说，你从业以来最开心的时候、最怀疑时刻，谁先说不重要，你们自己心领神会，做好自己的准备就行了。我真的很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我很困扰，我好像静不下心来。我在呢。我真的很困扰，我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我得到的总是很负面的结果。其实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也是。你知道，其实我们刚录制那时候，你说我名字的时候，你说演员，我很开心，因为没有人说过我是演员。那你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一看对方是你，妈呀！哇！喜欢的人居然是咱俩！加油！加油！加油！我跟你说，大月，我超级不想，我不想跟你比赛，我想跟你玩儿，但是那样的环境让我很痛苦。好心酸的刘大月，这一集，我的情绪跌宕起伏的。整个一下午都让我印象深刻，面对面坐着，敞开心去聊，让我们发泄自己，我才一下感觉放松下来。我发现我们俩很多情绪是相似的，觉得有一种姐妹们之间的这种真心话，突然间，那一刻是触动，我真的觉得有被疗愈到。我太理解他们了，因为我也是女生过来的，所以我就知道那种感受嘛。我也是个演员呀，他们说的很多困扰，我也有过呀。我也希望他们能释放一下吧。好，缓一缓。天哪，怎么会这样？特别棒，没有这么释放过自己，对不对？有没有觉得稍微这样一下会稍微舒服一点？好多了。因为你们其实都很有经验，不需要我教。你们真正要突破的是心里的那道坎儿，而不是表演的那套坎儿。所以我今天说，我这次来，我不是个老师，我也不配当老师，我根本就没到那儿呢。我相信你们能行。我们也多给自己一些力量，互相多给一些自己信心，是不要再内耗了。我们把词儿背下来，我明天就拼，接下来咱就随便房顶掀翻。对，就这样的。感觉是呼吸都通畅了。热依扎老师的存在，她太美好了啊！就这种感觉，就真的有被疗愈到，就是那一刻你心里很平静。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练习，我第一次来这里，我看到你们有很多特别好的，然后现在我就更加的了解你们了。其实人生互为老师，明天加油，加油！谢谢老师。
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政委的妆发是什么样？听说要有人踢馆啊？咱们全部拍一遍，完了他们来，是这意思吗？应该是我们先演一遍，然后他们会在旁边看，然后就直接踢了啊！谁演的不好，那就踢谁吧，我不知道了。好可怕呀！就这个赛制还挺有意思，挺紧张的。那口一不哇，你谁呀？挺好的，你的这个竞争心呢，好像现在有点要拔高起来了。我相信我是能抓住的。紧张吗？哎，你别说，我现在还好，就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啊，我这来超越班就学习玩起来的。我不需要颜值。好的，老师，我想让这个地方收尾，往这儿来一点。李老师，早上好呀，早上上好。能休息到吗？还行吧，还行吧。老师，哎，今天现在都很时尚。来吧，咱们先说一下赛制规则。好。在咱们背景班训练的同时，其他班的艺员们也经历了他们的练习与选角考核。现在我来向大家公布本轮影视化作品的定角名单。咱们这个背景班呢，大家也都选了各自要选定的角色。现在那边名单出了以后，咱们6个里边有没有人有变化，可以提出来啊？那浩伟，你是？我选那个阿来。你原来是选的阿鬼。哦。辛浩江，那你们俩就对，有信心吗？有信心。还是你觉得你现在的你的这个对手，你能把他挑下来，是这意思吗？我觉得那几个都差不多，都不在话下。对，都问题挺大，就是我的问题挺大。那个你说你刘大月，我也知道是刘全老师，然后但是呢，我想挑战一个，反差比较大的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昨天在训练的时候，我发现陈淑芬这个角色，可能她的中间的那个度我有点不太好拿捏，但是政委的严肃我可以，就专攻政委这个严肃啊，能找到一个能够练对抓手，我能找到一个抓手，所以我想先试一试，但是即便淘汰了也没有关系。那咱们一会儿就要到那个现场去了，我唱一段京剧来勉励大家，给大家打气儿。来弄一段过五关斩六将。好，我们等于过五关斩六将。对。东陵关，主空秀，非谋所愿。他与我所闻评，将谋阻拦，胡扫寻的凶。多艰险，哪怕他操兵阻拦，千难万险，草原弟兄要我团圆，推动了车辆，大家急忙朝前站啊！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小礼物，就是叫定胜高。就希望你们每个人今天能够战胜这次比赛，也能战胜之前的自己，好不好？来，送给大家。定胜高，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导师让我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幸运，幸福，幸运。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家长培养起了优秀的这个孩子，然后看他发挥的感觉。哎呀，他们的关怀那种关切之心，就是很感人的。我觉得刘大月突然间更换这个
挺明智的哈。搏一把吧。就是你要演政委啊，就是无论在多正的情况下，也要有一种爱护的东西。嗯。啊，我希望看到变化。嗯。演戏切记不要一道汤一股劲儿一张脸，要变化啊。今天我们就去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大家都加油啊！嗯，都加油，都加油。哪个看着脾气暴点？这个自然一点是吧？这其实就这种感觉就可以。这个白发才是我的戏呢，你知道吗？我这你刷一下就行，我没事我对我颜值这块来说是一点自信没有。喜剧片。支付了，我可是个神枪手。对，我看看你。在那 cosplay 呢。我也是说，你能看到我右眼吗？陪我去看流星。好，小天哥要来打我。让我相信我的爱。让你相信我的爱，我这勇敢。哥，我觉得你应该选那个，是谁呀？那个黄硕那个角色。硕哥，你今天黄毛，我来抢黄毛了，不是黄毛。那我这，你这个确实啊有点意思。意大利杀手。哎呦我天哪！我也不是有意的手啊，是吗？哎呀我天哪！没，他们给你设计的，这有啥？好玩。我以为，你说，行吧，一会儿见吧。OK。哎，枪火里面的奇迹主戏你看了吗？看了呀。我们6个人，6个角色必须全力拿下。哎，但我不知道怎么演啊，哥，根本找不到感觉。哦，那个简单，我们搭个戏。行，试试看。把手机加上用同步双拍，这样能同时录到，咱们回去看得更方便。老大是你杀的，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当时就你在他旁边，别以为你就没有嫌疑。这是没完。等着。哎呀，这样一比呢，我的狠劲也不够，是吗？没事啊，哥，咱一会儿多来几遍，然后争取一定拿到角色。好的，再来。好。这是枪火的拍摄现场吗？对啊，这是6A，到吃饭那场，针锋相对。我就进来之后，我就做了。坐，鬼哥。我给你倒酒，我给你放一杯。好。不是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带这个？这不用啊。为什么要带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呢？不要戴，你那个眼睛不对。不要。那这个呢？这个不要把假发脱下来吧？你们再重新造型嘛。快点啦，变回一个人嘛！你们说搞什么了？不行！重新搞。哪儿可以搞？快！不行，那边催了。快！我们先搞。干嘛呢？你穿成这样？我去找那个，我就穿灰的那个西装去问他要一个。好。服装老师有没有西装啊？西装的话，那边应该有。小号，最小号。要不然我这样也还行，其实这样也还行。振宇哥呀，振宇哥在里面。这个在里面，你看一下。这样可以吗？啊，对了，那3个人就吧。哎呀，发型终于变回一个人了。可以了，别打他。为什么你要打？有没有领带的是吧？
麦会怎么会有领带呢？啊，对啊。哦哎，吴老师您好。陈宇老师早。您好，热依扎。您好。我们早来了。哦，你们送那个背景板啊？哦。你们昨天就训练这个片段的？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老师给我们做练习小考啊，觉得压力大，觉得压力大。哎呀，压力大。哦，台湾那个。你很有大哥范儿，你本身有这个气质，我是要硬凹的。不是，我们得抢，我们不抢我们就淘汰了，我们就真的杀青了。我们是如果这一次不成功，我们下期就拜拜了。对，我们就纯被淘汰了。对，我们就抢不到就杀青了。哦，意思是那个什么终极考核就没了。对啊，对，后边就再见了，就我们就回家了。明白，就纯杀青了。对，就再见了。那这样式儿啊？我们走。我觉得，我们是没事，抢呗，谁上谁不上不都一样？走了，就这样吧。那就这样，把它扣上，对，就这样啊。对，就这样。 OK。好，那我们准备拍了啊。好，来了。哎，咱们的演员们呢？咱们的演员呢？我去找一下去。对呀，他刚刚在这，赶紧进来都。赶紧过来吧！你赶紧进去，他们要演呢。对。来，现场安静，准备实拍了。来，我们阿鬼第一镜。OK， 好，来准备，冷静了。开始啊！能动了吗？阿九在外面。那大家今天就开开心心把这顿饭吃了，不管以后给谁送行都可以。好。吃饭。鬼子，我去找文哥谈一谈吧，3点已经回来了。好，等到3点。OK，cut。有没有上诉？我是黄以欣，我要发起奇袭。我要发起奇袭啊！去了。哦，黄以欣要奇袭，他演谁啊？袭我。去吧，别让他们来。又来一个。哎，我是梁汉文，我要发起奇袭。阿肥。哈。哎，你下個做。梁汉文上了，袭吧。就看一下。啊，他们奇袭吧 ，OK 了，再有人奇袭你了。他们现场在哪儿？现场就隔壁。我去跟他们说。你坐着的时候，你千万别往后仰，你是大哥，知道吧？你一往后仰就垮了，镜头里面的时候就更没你了。你要坐正了，坐就是肩膀立起来，叉着腿坐，然后你就大哥样，就夹一口，我就夹这一口吃。你不要像他那样，他碎，他夹的太多口，而且不用这样，特随意的3点，就是习惯了，大家平时都听你的，行，特平常。我要排除一下杂念。别爬着。哎，这个对，这个我会的。好了，那边来，那边来。啊，来，我们准备实拍了。来，开机。那大家今天就好好吃这顿饭。
不管以后给谁悼念，都可以。好啊。吃啊。啊。伟哥，我去找文哥说说3点就回来。就3点。好看。七伟哥，这样能说你很危险。你怎么搞了？啊？你看，每一个眼神都做到了。我没想到啊，那个人就马上啊，我没想到啊，哎，就是李成儒老师帮他，你看吗？我没想到。你的造型是比他好，但是这场戏看他演的，他比你好。他还是道的东西，他每个眼神都道的，哼，太神奇了！这次我真的觉得太意外了，我也当。我们要去听听吗？是吧？哥，去听一下吧。是得去一下。走。这你看这个梁汉文赏识的状态就比这个朱朝天好赏识了。你看梁汉文的小动作，那么朱朝天你真的哎。有没有机会再试一次？就再给一次机会嘛。他看我一次，我看他一次嘛。来，好。那等于反挑战了。来去，来死不甘心，来一次，对吧？快，总要挣扎一下嘛。死不甘心嘛，来，死都不甘心。刚刚还说呢，哎，我们大家是兄弟，没关系，现在没关系。刚刚还说，哎，怎么两兄弟来比？哎，我说没关系，你赢也好，我赢也好。对啊。现在说我要再来一次。现在这样能说洗了吧？洗翘翘了吗？每个眼神都到了。生死全亡的时候，对，真的是，真太神奇了，这次。他们朋友演的那个，我都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从外形确实他们好。对啊，但是戏，加油，有机会啊！我们有机会。哎，放给他开。老师刚刚纠结了，再给了他们一次机会。哦，我帮你争取了啊！现场安静，我们直接准备吃饭了。哎，等一下，好，那2个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来了啊！来，好了，好，用心一点，好，来，现场安静，来准备。弄痛了吗？阿角在外面，好一点。好啊。可以。吃饭。哥哥，我去跟文叔谈一谈吧，3点就回来。好，3点。OK cut。哎呀，
哎呦，我不想听结果了，爱咋咋地，我回家了。那个，我给他们看一眼。哎，回放。你们自己看一下啊，啊，这节奏，我看，你看，阿鬼，整个身体都不一样了，啊，尤其朱少天，你看，现在就咬而无味的感觉就才出来，之前你是干什么的呢？你看现在就好，两个人都很好，就能看了，这个片段就能看。哎呀，我搞不定。没事，没遗憾了，你选吧。哎，他差太远了，跟你们之前演的，因为差得太远。规则上是没有反挑战的。这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进步呢，给了他们一次再重新拍的机会，但规则上是没有反挑战。他来护桌子。你们就出去，你们就出去。那演员都出去，演员都出去。好的。那你们老师觉得这两个人刚才谁第一遍演的最好？第一遍当然是他们两个演的比他们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维持对的人去演对的角色。我觉得应该来选林雪那个角色，他突然间跳大哥了，我觉得太危险，他压不住了。对呀，没有那个阿鬼是队长嘛。现在是难分胜负嘛，就一个是外形完全贴合，另外一个是戏可以。但是第二遍他的戏也追赶上来啊。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其实他看原版的，他就可以演成第二遍的，可是他看了原版没有演成第二遍，而是看了对手戏演员才演成第二遍。对呀，大家都看原，对我懂他的意思。他说我们给你一个原版看那么短，你都没看演，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第一遍演成这样。齐齐的演员，他第一遍就能演出来，但是拍出来还是要观众接受，因为后面我们还要拍啊。明白？现在拍不完呐。现在不是难分伯仲吗？分不出来吗？没有，给你一个。你问我现在要分，我就越浓缩。那你等一下，我告诉你，像这样你进来，轮说。跟一心进来，你们来，等一下，别讨论，来，3个人，好，我觉得是这样决定，你是成功的，其实你可以留下来的，对不对？你懂我，你其实就要留下来，你是成功的，但因为我们要保留在画面上的感觉，因为我想你看一下，我们很难，还要压住他的，有一场是要压着。2个人的，所以你是留下来，你不走吗？你最后我给一个很适合你演的角色给你，就这样，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就这样决定，不要浪费时间。好，来拍，还有等一下，还有萧天跟梁浩文，就解决这个，你还要解决多一个呀？我觉得五五这个角色五。我还是选少天吧。好，决定了。这个少天你，好吧，来。你不要选了，我又叹气。你这不是你第一遍跟人家第一遍不，但是因为起身那个动作琐碎的事，就是你起身比他快了一点而已啊。我们就这样决定吧。吴老师，我要带2个女孩去周中岁月。好了，希望他们能好。好，谢谢，拜，加油，拜，加油啊，加油！
哎，明显我不适合演这个角色，但是没有，我告诉你，监制还是想留下，你们就好好演就好了。你终于笑了，热起来，热起来，然后好好演，好好演，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哎，老师，那你就回家了啊？对啊。行，谢谢谢谢。哎，再努力，就为这合作，再努力。好好好，我们的组有一个留下来行。对。好了，好，以后见。以后见，以后见。好。这3天的感受一直都不太好受。我在无限超越班整个过程的感觉就是那首歌曲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很倒霉，我觉得他总是得不到他应得的回报。你要陪住我，你要陪住我，你要陪住我，我会发噩梦。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的特别。各位监制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梁汉文。那个过程其实要战胜自己的那个能量，真的要非常的大，有好多不容易的过程需要去克服，克服完还需要重新进入另外一个状态，去投入另外一个角色。陈老板，真心怀着腰子都骨肉。从满怀期待，然后到了非常的失望，我们排名第4位。最后一组，请大家把名牌撕下来。虽然那个过程不容易，所以那个是人生啊，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無限超越班，梁漢文最後一次打板。就下一趴挑战，好不好？好。这个，哎，一心，你干嘛那么累了？来休息一下吧。被你吓得睡不着，童潇。今天又拍，我感觉身体快垮了。是不是我这个年纪也要给自己上点保险呢？但我不会选。确实很多人都不会买保险了，看不懂又怕被坑。我教你打开支付宝首页，搜那个蚂蚁保险快查。对，你看上面已经覆盖了18000多保险那个产品，像常见的医疗险啊、寿险啊、意外险都能查出来。这样你就不用去不同的平台去找了吧？哇，不仅对保险条款进行了深度分析，还标出特别注意事项提示，把风险的点都告诉我了。它还能帮你避坑，像那个健康告知啊、隐形理赔啊、门槛这些，它提前帮助你列出来。避免你将来理赔难。不过振宇哥，这个蚂蚁保险快查，它里面信息靠不靠谱？靠谱，人家是基于科学模型进行客观的评分，不受保险公司认可的广告费，没有人情的打分，给你的选择做一个参考。哎，我看这里还能一键对比多款产品，小白也不会买错了。真是保险好不好，快来查一查呀！是的，一心先把自己照顾好，有一份实在的保险帮你兜底，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啊。谢谢哥，我马上调整一下状态，晚上继续努力。我马上去买。好，对。结果不错嘛，你算学习成功嘛？是，这就是很高的认可。是，很开心。你们不要大意啊。翻过来就是挑战你们了 ，OK， 都有啊，来，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啊，然后他们在里面是都看得到，没事。来，准备啊，准备啊，好，来准备。戏很重要。现在这个就是你一会儿要挑战的6本，挺好教。阿肥的视线可以吗？鬼哥往这儿看，这儿可以对。阿鬼，我阿鬼。哎，浩江，你头上会不会太用力？有时候你自己想清楚啊。好，你戏很重要，别要给表情给我啊。好，明白。来，开始。
坐啊，鬼哥。弄痛了吗？阿九在外面。那大家今天就吃好这顿饭，不管以后给谁送行都可以。他跟我说吃饭之前，他是不是已经先吃了？不对。好啊，吃饭，这儿再给谁的筷子走，不能在前面吃。这是规矩。哎呀，我諗唔到阿黃索 OK 喎。回蛋，回蛋。我是张浩维，我要七席。我是殷凯，我要七席。我是盖。走吧，都来了，接受奇袭吧。太吓人了，真的，太吓人了哈。好，进去吧，来哈。那这纪伟哥说王错不错哈。你们慢慢走对白游一遍啊，给他们走一遍，因为之前好像那个走了那么多遍了。镜头里的外形非常好啊。好，谢谢老师。你这个人物拿天不怕地不怕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恶狠狠的。啊，好的。来，我们带几口戏啊。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回放吗？给他看一下。我告诉你，这问题在哪里的？很错。你这个眼神完全就是想杀他，振宇哥没有，他只有不满意，他没有想杀他的。你看这个哇，那种仇恨感。所以我其实是紧张，不是。对啊，但是你看见，你看那个眼神，我有点太怨恨他了，对不对？你演不出这个傲气，你知道吗？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好，来啊，那么走一遍，你看，有点太怨恨他了，是不是？哎，我真的，最后他3分钟就走了，就你有转变过你的心态吗？你还是这样，表情也还是一样的硬。我看了，哎，来，3、2、1，开始。鬼哥，坐。弄痛了吗？阿九在外面。好，那就好好吃了这顿饭。不管是给谁送行，好啊。吃饭。来 ，OK， cut。OK， cut。啊。又乐了，又乐了，又乐了。你们先出去吧。
说完之后，我看那个浩维哥那个眼神，变了。刚才那个，对我后面我就会变了。就是其实我本来想的说是，他说等到3点，其实心里应该松口气儿了。对。但是我看原版，这个就是细微的那个感觉啊，就前面仇恨太多了。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好像跟浩维哥演的一对比，好像你是有一种威压的感觉。我心里自己内心的独白。来宣布了，来，世戏已经决定了。对。结果是一个挑战成功，一个挑战失败。那就成功的是张浩维。我特别感谢程璐老师对我的帮助，我不会让老师失望的。我觉得浩维演的比较好，他有层次，而且他有眼神。对，他有里面的东西。但是阿麦真的是他的一在镜头前就没有那天选拔那个自信。好，就这样。好，正式拍了我们。外形非常好啊，但戏有点紧啊，层次上好。会，没事，相同的经历，我跟陆可以来回的。我刚才更尬，你知道吗？直接就被，我就是完全样子更像一点，要不然我也没气息了。这怎么办？那我们就不能演了。我叫你这演戏不要那么以表情一直蹲着。我其实想他走了之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那个。没有啊，你模仿我没用啊，他也没模仿，他演出来坐。他突然间看那有几个眼神没，我们是公平的哈，没办法，起码你不会走了。啊，我被 PK 掉了。啊！我比较理解振宇哥还有志伟哥他们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后面那一段的调整其实可以有一个多层次的变化。我是觉得，我如果再来一条我就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我有这个信心。其实这一次丢失角色的话，那一瞬间其实确实有点慌，但其实我觉得我的心态比之前要调整的很迅速，快很多。没事，慢慢的。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就用这个方法对待你以后的剧本就好了，不要看剧本是什么分析的。我想怎么演，我就把这个剧本大概挪到我想演的部分。我明白。我也去看了监视器回放，其实从心里话说，我下意识我可能会去学吴老师的表演，但是这个东西是他的东西，你想去复刻，你想去跟他表现的一样。那是他的节奏，你要找，你其实很难找的。我觉得也是一个经验问题，就是如果我真的再去演这种经典片段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带入我自己。辛苦了各位，来抱一下，抱一下。真走了，咱们送送他。谢谢老师，今天表现不错。我送他吧，老师。好，真的真挺棒的。再见，老师。松下来以后。好，松下来，松下来。好了，我的心态快速调整。现实中也这样，有很多时候都没有答案的。是。但是我真心的和你说，你演对了，我真心的。哎呀，七夕失败了啊，多少有些遗憾。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是我一个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
你踏上取经路比取到真经更重要。你爆发的那一刻还可以，至少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很开心的，也很值得纪念和怀念的。我要提醒，结果不重要，过程，看过程。超小白只是你的起点，它并不是你的终点。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够钟了，可以是吧？很好，很好，已经可以。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吧。最开始演戏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表面吧，就是心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我现在呢，心里是有一点了，然后也能投入到这个角色里，有一种更新的感觉。你是不是跟大嫂有一腿啊？是不是跟大嫂有一腿啊？你搞什么？是不是阿贵搞你啊？钱拿着！你搞什么你啊？好，可以，过了啊！来顶。哎，你也来了啊？你现在演哪个？是小弟呀。2个小弟，今天是2个。大哥。啊，你是我小弟啊？我这像小弟吗？还行，我的帅小弟啊。帅小弟，昨天拍的几点？我又没角色，就一个角色也没有。对呀，那你是来有的话我就不来这儿了。来这儿演的啥呀？就在这看啊，一直都没有角色。你干嘛来了？你干啥来了？过来求角色。你求的什么？我要去出租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又被他们抢。我也想签一个上手。那咱们给我们安排啥呀？我们端茶倒水吧。哇！什么啊？你又什么角色？你又有什么角色？本来就是我们的角色。本来就我们的。你不昨天演了阿九了吗？你不昨天演完了吗？我蹭都没蹭。妈仨小弟呀！什么？我现在就拍了。没有。要不然就极致一点，就2个特别，他特别冷，我特别骚。他跟你一起跳吗？你跳我就谁让你跳了？洗个澡而已。来，我们跳这个擦擦，洗澡而已啦。里头啊有你的儿子过来，大嫂啊。行，走了，可以了。我在那一瞬间，我看我转过来，那个感觉有点像任达华的感觉。你形象真的很好，对吧？有点那种感觉。哎，你上镜真帅，是吗？比例特别好，是吗？3庭5眼就，而且你左右脸特别对称，就都对称，不对称。我看是最好，我左右脸有点偏，我也偏。我觉得你再过10年或20年，也特别好，是吧？咕咕咕咕咕咕，谁在叫？哎，这个，最后一个。那么多马仔，2马仔，这个我还有马仔，哇，对，你们3个能在外面。他教我 pose， 谢谢。他就在那教。来，可以站好。张你走一遍。来。好，来走戏。来，3、2、1，开始。社团任务结束后，阿鬼却接到指令清理门户，兄弟誓死护短，无人拔枪护指，一场情义与规矩的生死博弈一触即发。
阿贵，文哥给你们的。你看你们现在多好，做了事还有钱拿。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跳跳蹦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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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个舞而已喽。现在社团发展起来了，你们啊有好日子了。谢谢啊，我去挣。坐。有一件事情只有我知道。大嫂和阿星有一腿。谁说的？你自己问他喽。如果是真的呢，我会处理好。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吧？来哥，你是不是跟大嫂有一腿啊？是不是跟大嫂有一腿啊？你搞什么？是不是阿贵搞你啊？今天晚上让他坐船走。我去妈的！没想到第一次帮来哥办事儿，就是帮你跑路。谢谢你啊，你没跟错人。来哥是个好老大。车来了。我的这份拿着，拿着，照顾好自己。有机会再见。阿信，你走了，阿鬼就完了。来哥护着你，南哥肯定饶不了他。那我跟阿飞也就都完了。你一个人，我们他们4个人，凭什么？
阿飞啊，那把枪没问题吧？给了他了，黑色的，不会有问题的。开门！奎哥，人到齐了。奎哥，人齐了。奎哥，坐。要碰我吗？阿强在外面。好，那就今天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好啊。吃饭。奎哥，我去跟文书谈一谈吧，3点前回来。好，3点。文哥啊，阿信他不是故意的，这事也不能全怪阿信，对不对？哎呀，嫂子那么漂亮，不行，哦文哥啊，我觉得阿信他年纪小，他不懂事，他知道错了啊，你大人有大量，你放他一条命呗，怪怪的。文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应该，文哥啊，其实这件事情你也有责任，你怎么能让，哎，这什么东西怎么有责任？文哥啊，其实我们兄弟觉得呢，我们兄弟不行。啊，我来找文哥。哎，大嫂，我来找文哥的。
够重。阿飞，怎么样？阿飞，不要让我难做啊！阿来，你不要开枪啊！大嫂死了。老师，我这头发行吗？我看不清，走，去这里边看。好。老师好。走，看看。哎呦，你们的妆都太浓了，太浓了，没有皮肤的质感。哦。而且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的化妆品，它都是一个皮肤的那个光泽呀，跟上面有一层粉就完全不一样的。我说他们都妆太浓了，卸一卸吧。是，完全没有质感。是，粉感重了一点。年轻女孩肤色都多均匀呀，不需要，自信点好不好啊？因为你已经有了青春和自然，你完全不用去更多的修饰。可以。口红颜色不要加，它就是这个纯色。词儿很多啊。我先去背词儿去。走吧。嗨 ，Hello， 老师好是吗 ？Hello， 没人来。昨天怎么样？昨天他们都乐的都不行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解放天性来着。对，然后你们俩的衣服，还有你们俩的发型和脸，我们得换，是，现在得换一下。对，同志们，这个上级的紧急通知，然后这块一定要利利索索的。昨天只是给他做了一些练习，因为我发现。立正，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明天我们要去为刚刚抢险救灾任务的执掌。对不起，我能喝口水吗？对不起，我刚喝了一口中药，所以那个嗓子有点……对不起啊，对不起。来，尽快。sorry，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大家对不起。没关系，来调整。对，对，那个放松一点，但是你这个调整一下，你得赶紧进入人物啊。如果你说错了，像螺旋桨那样一样停一下，再把重新说。但是心中有节奏，不要把词儿快速的说出来。有些是有递进的，有些是有什么的。你看，好。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明天我们要去为刚刚执行完抢险救灾任务的指战员们慰问演出。
来，现场来，准备好了。加油啊！深呼吸，深呼吸啊！脸上闭上，演之前眼睛闭上，想念词儿。不用着急，大家都是来看你演的。好啊。慢慢走啊，不着急。好紧张啊！好，对。3、2、1，开始。上去，立正。明天我们要去给刚刚执行完抢险救灾任务的指战员们慰问演出。你们一个个的心不在焉，怎么回事？哎，这有点意思。我同志们有点意思，同志们。在这次抢险救灾任务中，有一名战士靠肩扛、靠手爬救出的靠肩扛、靠手扒救出了20多名群众。我也看，大月，放松点来，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老师，我就跟他说一声。这个氛围好紧张，紧张。其实他那个气势挺好的，他太紧张了。一上来那个，你气势政委的那个感觉哈。对，大月，来过来。都特别好，都特别好。但是要记住，如果说错了，靠肩扛、靠手爬，就是手爬了，没事。别想，特别好啊，特别好，稳住啊！你得压住所有人，你得压住所有人，你要压住所有人啊！知道吗？深呼吸，调整呼吸。感觉怎么就跟那个拳击比赛一样呢？那可不是呗。就教练过去，然后哎呀喝口水，然后说几句，漱个口，来上，战术。太紧张。太紧张了，太想要了。开机。同志们，在这次抢险救灾任务中，有一名战士靠肩扛、靠手扒，自己却被倒塌的建筑物砸出重伤。这位救灾英雄叫叶小刚，是叶小玲的亲哥哥。灾区的战士在流血，在拼命，你们在干什么？Cut。哎呀，好紧张啊！紧张，我都紧张，压力太大了。但是马上宣布结果吗？应该是。我能先过去看一下。我是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年龄感的问题，就他得撑着演，就是不稳。来，导演您觉得呢？您选1还是选2？那我们先，你觉得？我跟一涛姐说，从年龄感的角度，还是得是刘璇，因为什么呢？咱将来得反打呀，一反打这边这么年轻，是吧？你那边也太年轻，你感觉不输，我觉得这戏不质朴，不真实。那我们做决定吧，要不然我们拍不完了，好吧？哎，那个，我们做了个决定啊，关于奇袭这个事儿。我们还是选择刘璇。抱歉。我没事，我接受。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就你从年龄感上来讲吧，适配度上来讲，就是刘璇还是给我们一种比较稳的一种感觉。就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还是有政委跟他们是有一个对比和反差的。因为你年纪比较年轻。对。对。
没事。但其实实话说，刚才我在这个镜头里能看到你有那个的年代感的那种气势和语言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不错，很不容易了，已经是非常在不是属于自己的年纪演出了那种感觉。加油吧，加油！来，快加油！咱们下一个吧，加油！下一个吧。没事，真的很棒。下一个挑战，演的真的很棒，非常。我觉得很突破，跟你平时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不行，就，对吧？你们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是，别否定自己，别在别人否定你之前先把自己否定了，干嘛？什么我紧张，我什么我没有紧张，谁都紧张，谁怕我上去讲没紧张，对不对？真的。谢谢老师。不是。叶小玲，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猜忌你，更不应该说那样的话。是我的错，没了解清楚就下结论。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小玲。作为战友，我们更应该关心你。小玲，对不起。我要齐齐沈英姿。对不起，对不起，小玲。作为战友，我们应该更关心你的。小玲，对不起。他有真听啊。怎么说？不知道，他们在商量呢。没事没事。哎呀，哎呀，小妹，你觉得呢？好，基本上好。好，来宣布。我们商量了一下，可以，美籍可以，齐齐成功。你成功了。成功，主要我们定得住美籍。啊，你还高兴？多难呀，多难！他往那一站就对，就余音就没电了的感觉，然后我也没有感觉到他在对我或者对镜头，就是有什么传达没有啊？但美籍一站那儿，就会让我觉得哦，我相信他形象上是很符合文工团的那个劲儿，拿捏的是可以的。你成功了，牛，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就是瞬间感觉，对，记住这个时候，记住这个时候，太美妙了。
不能要美妙，太奇妙了。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热依扎老师的存在，它就像一个定心丸一样。好的，那没问题。我没事，不是，我觉得你确实，我觉得你形象各方面又会跳舞又更适合，加油！我学习。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演好，就是我觉得在演戏这方面我是有遗憾的，只能是错过了。但是我希望可能后面的时间里，我还能继续就是去挑战、去尝试。那个大月，你这次骑行失败了，所以这次咱们这个峥嵘岁月里就没有你能够参演的角色了。明白。所以你今天就可以好好回去休息了。好，希望接下来我们还能有机会再见。老师们，那我先撤了。拜拜，拜拜。期待以后也能演戏。谢谢老师。我2台机器都先拍政委，这边挂一个。先保他吧。对，就保他全条嘛，对吧？对。3、2、1，开始。稍息，立正，停。刘璇，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加少席立正吗？你知道吗？本来是没有这4个字的呀。干是吧？你其实已经看到这干嘛呢？这么丧是吧？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啊？而不是就是为了说少席立正，为了整队而整队，不是的。好，明白吧？好。来，我们再来啊！稍息，立正。刚刚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明天我们要去为刚刚执行完抢灾救险任务的指战员们为我们演出。这怎么这么绕口吗？刚刚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明天，我有一个同志们没说，对不起。好 ，cut， 来，我们再来。同志们，刚刚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通知，明天我们要去为刚刚抢险救灾的来，我们赶紧收词儿来。我现在是有点。没事，不着急。我觉得重点就是你到底要说什么，你把你要说的说出来就行了。放松一点，把事儿说清楚特别重要。明天我们要去为刚刚为我们哎呀，对不起。天哪，我对不起大家。没事，姐。我都现在脑子就是。因为一个是紧张，还有一个就是你太关注这件事情了，所有人都关注着你，在你不擅长的时候，你又错了以后又有人等，然后又说要加油，然后其实他这个情绪的转换和你的状态，它是越错越出，越想好越出错，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同志们，明天 cut。哎，刘大月去哪儿了？在车上呢。我真的觉得换人吧，就是他如果一直在卡在这儿，他不理解这个词，他没有办法做更多。
因为我们留下他的原因是希望他是稳的，然后看见小姑娘们的遇到一个大事件的那个不同的那个反应。但他如果不稳，我们留他的意义是什么？换人吧，换刘大月回来吧。开门。走，有一个突发情况，这样子。什么情况？就是中农寺院那边。非常抱歉啊，我们要换人了，因为我们的拍摄任务太重了，好吗？好吧，机会是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的。好 ，OK， 谢。来，站过来。好，我先跟你讲一下，你发布任务的这一趴是 OK 的，你那个状态你就保持，但是你刚才有点紧，你稍微放松一点，不用戴眼镜，不用戴眼镜。挺感动的，我看他们的。突发情况，那个监制老师让刘大月回去再试一下。什么意思？那就是他，不是你你现在咱们这么着，他是不是很有可能？走，快哪！这刘大月这心跟过山车似的，来。怎么回事？在战友遇到困难时，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帮助，而不是像你们现在这样去猜忌、去指责。过了。顺着下去，情绪、人物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气还不够定。对，还需要磨练。就是我也是一个就是新兵蛋子就来了。对，没事，得把这事儿过在自己心里脑子里。现在还不能把它只是要说什么。对，来锻炼的嘛。是，现实就是这样，没办法。对，理解，也能够理解。真的好可惜。我也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就是本身没有竞争上，我就没事了。但我现在还是有点纠结。希望就是之后的演技和自己的状态能够调整到一个最佳。没办法，好，还好吧你？哎呀，身经百战。行，好吧啊。行，谢谢。歇会儿，你也太累了。
样，你坐在这儿哭，谁在这儿来安慰？我的演出，别急别急，你就来来回这儿，全部要真的打开，真的翻，然后你就在这儿，这可是部队，什么什么的，还能丢东西，胆子也太大了。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怎么能丢东西呢？挺好，活过来了都。行啊，这是你们一天当中最好的状态了，保持啊，保持。我比较欣慰的是，他们内心没有障碍，所以他听见了我的指令。你偷演出服，你知道吧？你上来。啊，好啊。你为什么偷我的演出服？你这个小偷！哎，别对。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完成我告诉他们的任务，这就是动机。你马上抢，要不他就抢走了。好，你的动机就在这儿。你还我！哎，明白吗？好，要来到这儿来，然后他才能念。动机在这儿呢。你给我！亲爱的哥哥，我来文工团已经半个月了，大家都很喜欢我，还推举我当领舞。给我撒谎、偷东西、嫉妒，家人都骗。舒淇那个情绪的那个再调动起来，就是悲从中来。亏我好心好意送你舞蹈鞋，你居然还偷我东西！你从小的耳濡目染，你都知道怎么说话。你知道什么行为吗？他废什么话呀？既然承认了，就直接上报，让团里的大家都看看你这个害群之马。然后就完美的搭配在了一起。搭的也非常的紧，就此起彼伏的一个节奏，这才是真正的表演。你们做到了，就像油画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色彩才好看的，挺感动的。最后，挺争气，这帮姑娘，来吧，太棒了！有！太棒了，为你们骄傲！太棒了，真的完成的太好了。特别开心是到最后老师是很满意的，能够一起把这个群像的表达的好，我觉得就非常开心。大家共同创作了一场完美的戏，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太棒了。落选领舞的小玲饱受非议，幸而有小小暖心相伴。谁知演出服莫名失窃，一场关于青春与尊严的博弈就此拉开序幕。没跑了，对吧？小小天天给自己加练，这汗就没有白流的。条件好又努力，这谁拦得住啊？好了，小小跳的大家都看见了吧？我不管你们心里怎么想，咱就是靠本事说话。还有谁想争取这次领舞机会的？这谁敢上去比划啊？上去不给自己找难堪的吗？报告。我想试试。这新来的挺勇敢啊，还敢挑战小小呢。别
这么说？万一人家是深藏不露呢？好，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作为一名战士，就是要敢拼。小玲，来吧，音乐。回来啦！哇，这个就是领舞的衣服啊，这真漂亮，好看啊！哎呦，咱们团里对这次汇演可真是重视。哎，好看，臭美。现在领舞了，如愿了，该按规矩请客了吧？行。傻笑啥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今天那个新来的，以为有多大本事呢，还我想试试，那架势跟扫地僧似的，结果就是个扫地的，以为武功高强，其实也就一般。这舞都已经练了3个月了，他才练1周，已经很好了。就是他那双舞蹈鞋确实有点碍事。反正是能看出来，这个新来的野心可真不小。可以理解，这全军文艺汇演领舞，这机会谁不想要啊？那不就更说明他是眼高手低，外加不懂事儿。别说了。哎，对了，今天炊事班人手不够，叫我去帮忙。英子，走不走？走走。哎，我也去，我也去。我等会儿就来啊。小林，这个给你，新的，没穿过。其实你已经跳得很好了，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别泄气。那我先去帮忙啦。谢谢。他就是在看你，那个愣头青，他明明就是在看你，你还不承认？哪个啊？就是那，你看吧。我没注意，他也没注意，就你注意到了。哎，喜欢的那是你吧？什么呀？出事了！我的眼珠！别急别急，不是，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可是部队，部队怎么能丢东西呢？哎，对呀，到底放哪儿？你再想想，仔细想想。我找了，我真的都找了，我出门的时候还挂在那儿了，衣架还在那儿。新来的呢？他下午可没去帮厨啊。叶小玲，不会吧？他拿演出服干嘛呀？有什么干什么呀？他见不得别人好呗。公家的演出服丢了或者坏了，那小小不就当不上领舞了吗？他不就有机会了吗？我说的没错呀。他为什么要害我？不行，我要上报。他这是私偷军产。哎呦，
你别着急，这什么证据都没有，你不成自首的了吗？他的柜子找了吗？找啊！哎，别了吧，现在也没确定是人小玲拿的呀。那就找，现在就给我找！如果我错怪他了，我当面跟他道歉。你们翻我东西干什么？你下午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偷我的演出服？你这个小逼，你别退！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让小玲解释一下啊？来，让他说，你说。我不是偷，是借。那小玲你也是的，借演出服你得跟小小说的。行了，这误会解开了啊！来，你别在这和稀泥，借人家允许了吗？你这就叫偷，动机在这儿呢。你给我！亲爱的哥哥，我来文工团已经半个月了，大家都很喜欢我，最近还推举我当领导。给我！你个骗子，嫉妒还偷东西，你这家伙简直就是五毒俱全！亏我好心好意送你舞蹈鞋，你居然还偷我东西！小小，对不起，我废什么话呀！既然承认了，就直接上报，让团里的大家都看看你这害群之马。能不能让他把话先说完啊？他要是真想搞破坏，他把演出服带回来干嘛呢？对不对？你说话呀，说呀！我只是想借你的衣服拍张照，然后就还给你的。看吧，我说的没错，拍照就为了给别人炫耀、显摆自己是领舞。你们说这不是贪慕虚荣吗？这就是贪慕虚荣，不是。我只是想让我哥看到，你哥哥如果看到的话，一定会为你感到羞耻的。来，舞蹈队所有人啊，马上到排练厅集合。集合，估计是有什么紧急任务。正好，带他去见政委。走。OK， 各位学员好，第二轮的剧目拍摄还有跑组都结束了。其实你们来这里就是我们演艺圈的一个缩影。其实你们每天有机会去跑，另外那些剧组的跑组是跟在这里跑组一样的，可能比这里更长号，所以你必须要争取每一个机会。那接下来我将公布本轮试镜的规则。4位监制将在4个不同的试镜间同时开启试镜考核，你们对哪个剧目感兴趣，就可以去相应的试镜间去争取。但注意，进入试镜间的次数是有限的。本轮将给每位议员发放2张试镜卷，每进入一个监制的试镜间，就将消耗1张试镜卷。很危险的，一跑错地方就没了。那我们每位监制手里都有2张这个守护卡，会发给在这一次拍摄当中表现好的议员。守护卡越多，代表你的试镜机会越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试镜机会，争取到心仪的角色。好想被守护一下。OK， 我发这个守护卡的原则，我希望是给多一点机会，在这次跑组他努力等了好多个小时，而没有跑上，因为我怕他又跑不上了。好，第一个是思源，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有点感动哎。虽然很努力，我觉得真的很努力。
这个刚才笑天哥是哪里缺？因为王艺兴逆袭成功。是啊，对啊，他们全部都做对，就让你再去表现多一下你自己。谢谢吴老师，就 PK 多这样一些人啊。谢谢。艺兴好棒。还有一个就是姚冠宇。姚冠宇啦，昨天呢，因为演 Mike 那个嘛。对。不要让我难做。就因为有一个原版的打底，可能看完就会先入为主。对，所以他突然间有另外一个人物的逻辑出来的时候，我就喜欢那个。好，给你的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恭喜啊！因为说守护卡是要就是昨天到今天我们那个剧目当中对于表现优秀的演员给的，所以我第一张给的是刘大越。哇对，因为他昨天奇袭成功是真的，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指战员，我们要去给刚刚执行，而且他克服了很多自我的一些障碍。抢险救灾任务的指战员们，而且他完成得很好。对，人生就这样子，你看，从没有变成对最好，很好。来，谢谢老师。太好了，恭喜！然后我还有一张我是给尚新月的，因为对昨天他那个角色，实话说他也是很复杂的情绪。那我先去帮忙啦。我觉得他没有丢掉人物，没有丢掉角色，而且他一点就通，特别的快，他还很刻苦。他的刻苦，我觉得也是值得这张守护卡。这个你想一想，送给别人吧，因为你跑2组就满了。谢谢，太容易上了。太容易上了嘛。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觉得第一次捞人好像给的也是这2个人。是的。我选择的。对啊，就是很甜呀。我觉得就是你在发光哦，你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好了，我要发出我手中这2张了啊！我的第一张呢，也是发给尚新月。哇！来，我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尚新月，就是多没眼光啊！你们新的时候，你当时也没有投票啊。哎，难道不是我有眼光吗？就是。对呀，我提醒你捞他回来的。嘿呀，来，我来说，就是太少见了。我觉得无论是他的作为演员的底子啊，他的素养，以及他的敬业精神，可以用2个字来说吧。对于他昨天的表演，就是惊艳。哇！真的吗？你回头你看看，真的很好。好，我的第2张呢是给美吉。
哦，谢谢老师。美极啊！哎呦，哎呀，真的是被淘汰那组2个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也是我们组。因为美琪她的心态，我觉得心态太重要了，就她有调整。我第一次录制吧，都不是第1期，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吴镇宇老师第一次就对我开炮，向我开炮了。有吗？然后在那个药神组的时候，朱美洁呀，然后我就被吓到，我说天哪，我不会演戏，我是个好差的人。然后结果看到了片子，我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这么演的。当天那个舒爽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心态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好，马上我们就告诉大家，第3轮呢，也是最后1轮呢，就是我们4个导师呢，就每人会监制一个戏。哇哦！这次我想拍一个武打的，隐隐4个男的2个女的，有2，每一个都代表每一个门派，因为我一直觉得武打跟舞蹈的很像，都是有美跟艺术在里面的，所以我希望跟所有学员一起去研究，让观众更理解武打，它不是只是一个打斗，其实是一个艺术、一个美感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很想去在武打片里面去发展的话，一起来试试吧 ，OK？ 好的。除了6个角色以外，如果大家选不到角色，也可以来跑龙套，就是一举到就就死了那种。不要，你一定可以。哦，下一部爆款。哎，你这是你上一季的续集是吗？它是一个在讨论现代社会线上以及到一个穿越冒险的一个悬疑悲剧。所以里面呢就有一个吕淑萍的一个作家，和一个女制片人，还有一个电影公司老板，还有路遥就是一个政治爆款那个女明星影评人。我们等会试就是要是一个精神病院里面的戏。所以你们就最好就准备你们的神经病的状态来试我们的戏。精神病得是这种，我随时准备好。我的这部是《向阳而生》，它是一个告别的故事。那你与你的亲人告别，与你的朋友告别，还有就是和自己告别。我特别想看到你们会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演绎你们的不舍。好。我的这个片段呢叫《挚爱》啊，就是窒息的爱的简化版。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有悬疑色彩的家庭悲剧吧。因为我刚才说的是有悬疑色彩的啊，所以我们也就不多剧透了，好吧？好。听到这4个剧目，我想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动作片，因为我出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拍过。首先是一念，动作戏相对对我来说得心应手吧。首先，我喜欢跟吴镇宇老师合作，喜欢看他现场大发疯。好啦，接下来4位导师在不同的房间等你们哦。好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你走，你走了，检票了，来上车。好可怕啊！请进来进。老师好。你好，大家好。老师好。Hello。来啦，好，来吧。我只是想考核某一种情绪。我们妈妈的考核就是一个疯癫的一个状态，女儿的考核呢就是恐惧。我以为回家他就不在了，他跟过来了。好。我的这部是一个告别的故事，想看到你们如何理解生命。没事，大远，你这20周年就很精彩了，我可以去天上陪奶奶了。我觉得你让我看到了林夏的样子。来，我们试试解放天性，正常发疯一下。咱们现在在精神病院，我是个精神病。看着我，删了自己。
这次我们是拍一个武侠片要打的，能拍打，身段也比较好，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舞蹈的底，这个是我首选了。这边还能争取吗？我这边什么角色都可以。求求了，老师，求来的机会。因为我们是高中生，如果能演高中生，我真的，哎呀，真的有点难。老师，我已经来了4次了。我暂时先定了6个比较稳定的角色。你也想做吴镇宇老师的狗？很满意了，大家啊。那我们现在宣布每一个选到是谁，先从刘涛老师，你先宣布。好的，我们这个向阳而生呢，宁夏定的是刘大跃，爱酱，对呀，爱酱。宁夏的闺蜜定的是黄婷婷，哇，赞。小雨定的上新月，爱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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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医生姚冠宇。哇！然后现在呢，宁夏的父亲呢，我刚才一直在犹豫，黄艺兴和张浩伟。最后呢？最后还是黄艺兴啊，他的样子更像个爸爸。我挚爱的这个剧组呢，我定了4位演员，分别是谢依霖，然后朱孝天、黄硕，大女儿、小女儿是黄婷婷和于茵。我这儿也有关于爸爸的状况，怎么选择爸爸这么艰难呀？我在想，如果没有合适的，我可能就不要这个角色了。当然，我也在犹豫当中。至于我了，我就有那个影评人，钟美美，护士呢，熊黛妮，刘亮就给了他。方彤给了辛浩江，新炸了一个女二并列的，就是新月可盈。那最主要呢，那个神经病那个呢，吕淑萍了，那就那个神经病人就终于回来了。神经病，一心哥。还有张浩伟演出这个前途了，我的选择就讲完了。好。OK， 轮到我的这个武打的啊。我就6个角色，因为第一个人选我因为我从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就想帮他拍个动作的，所以第一个人选我一定是选铁柱，对，他就演咏春的大师啊，我希望能够把你好好的调好，还有很多东西要调啊，明白。然后就孝天，因为孝天他有功夫底。然后就是开源，刚刚练的也不错，还有一个男的应该是对，2个女的，我第一人选当然是刘璇了。刘璇她的功底受伤啊，没事，下次就没事了。OK， 然后就另外一个是一起很想拍她的身段，我刚刚看到也不错，就是美吉。对，美吉什么？她动作的身段。功夫喜剧吗？他有他演功夫正剧。李家志伟哥怎么可能不好笑啊？还有绝品猴肯定好笑。对。好，反正呢，舒淇你也可以过来。哦，有他，对，你来我这边也没问题的，我们可以欢迎随时来观摩我们的。观摩我能参演吗？参演。除了大家已经定了角色以外，只要大家有空，你们也可以过来客串。好了，大家被选上了，恭喜大家，开心啊！大家今天早点休息，明天就进入我们每一个拍摄的现场。好 ，OK。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5月23日起，每周6同步上线会员衍生、无线电台、无线特辑，解锁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议员采访间，听议员聊聊超越班那些事儿。每周一12点不定时掉落加更版，观看影视化完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周中未播花絮、议员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这里是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收官盛典，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4位监制老师。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9位资深行业制片人，我是主持人依依，欢迎大家的到来。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装不死，人影万岁！只要不放弃寻找出口，光就一定能照得进来。看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有笑声，有眼泪。我一定要代表大家向志伟哥致敬。1天半的时间拍出这样的戏，无法想象。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我的学员，是我的战友了。一亮出来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让我眼前一亮。这个项目外交部和中宣部都给了很高的支持。这部电影呢是今年纪念香港电影节成立50周年。这部剧呢是我们和 TVB 共同打造的一部 S 级的悬疑类项目。无限超越班话题也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赢独家惊喜福利。我已经非常心机了，不熟的打得可爽，可爽。但是我在旁边看着，觉得非常恐怖。所以求求你们好不好啊？回到家看到你的原本的样子，就觉得你尴尬的我在旁边帮你抠了好久了，我在下面已经抠出了3室一厅。我想把昨天的母带删掉。我也是。那个喵喵。